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平安。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川普跟中国大陆的习近平互斗哦。现在他每天都有新的说法，包括他讲这个全世界都在向我求情。不过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跟您这个插播一则最新的快讯，就是教宗方济各过世了，他享受88岁，昨天才跟美国的副总统会面。那他这个过世前在当地时间礼拜天，在住所跟美国副总统范斯有一个简单的会晤在复活节互相祝福，历时数分钟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刚刚传来的，教宗方济各已经过世了。而这个世界纷纷扰扰，宗教有时候呢也很难变成救赎。你看到川普，尽管他非常虔诚，可是呢他在全世界造成的纷扰那你看到呢这个祷告有没有用呢？川普有一点憔悴主要他现在是讲说有8项的非关税作弊手段，这是全世界来占美国便宜的各种手段，非关税的像是低成本倾销啦、贴补啦逃避关税，用转运的方式洗产地以及大家看一下，像是欧盟，它是有一个农改的标准嘛，做一个市场排除，像是基改的玉米就是不准进。那讲到这一点，大家觉得比较荒谬的是，川普在他第1任的时候曾经点名过日本的汽车为什么美国车竞争不过？因为日本用一种不正当的手段他针对美国车有一个保龄球测试就是从高的地方把一个保龄球丢下去如果引擎盖没有凹陷，才能够通过测试，才能够进口到日本。其实这已经被证明了是川普胡诌的，没有这件事情，可是他又拿出来讲所以你能拿他怎么办呢？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美国打算以2级关税来孤立中国当然这个是不是真的策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可是如果真的这么干的话那他就是要所有的盟友，你不准去跟中国做朋友，不准去跟中国做生意。大陆商务部已经回应了说与各方加强团结，抵制单边霸凌还没有形成政策，可是极有可能川普会拿出来当武器。如果真的这么干，我们台湾怎么办？会不会被列为反制目标？因为中国的商务部说会对等采取反制。如果他真的这么干你不能跟中国做生意这样美国会制裁你。可是你跟美国做生意，可能中国也会制裁你。美国以后要把全世界切成2半，要大家选边站了吗？那另外台积电，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到美国去设厂那去年美国厂亏了143亿，可是相较于南京厂就大赚了将近260亿，这样一来一往大家其实心知肚明。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独立调查记者就讲了，他说川普失算了，北京不是东京你想要复制当年重创日本经济的广场协议恐怕很难，因为北京不会重蹈东京的覆辙。而另外川普坚持要跟习近平坐下来1对1的对谈，到现在迟不到电话，也等不到电话看起来习近平兴趣缺有一个消息是这样讲的，说是北京不可能让习近平受到惊吓或者是被羞辱的情况发生，讲的是当时2月的时候我们看到泽伦斯基那一幕在白宫被川普大羞辱他们不可能让习近平陷入那样的情境。而另外拼贸易战累了吗？毕竟川普78岁了，你看到憔悴照片已经曝光了那中国大陆的这个晶片到底是被掐脖子还是被逼得大爆发呢？我们看到因为辉达最近这个黄仁勋不是还跑去北京跑去上海吗？讲的就是因为他的晶片被美国做一个禁令嘛H20。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有备胎的，在中国大陆他们自己有一个叫做我们看到本土的 AI 晶片产业叫做寒武纪，因为它其实也是可以做这个像是这个 H20或者是像辉达这样子的晶片，所以被称为辉达备胎嘛。它今年就大爆发第1季的营收达到人民币的11.11亿元，大概是新台币的50亿，因为它其实过去曾经亏损，年增加
4000%多哦，它的股价也是大爆发哦，在去年11月的股价大概410哦人民币，今天已经破了700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你把它围起来，可能他们自己就自立自强。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辉达，我刚刚讲H20这件事情又被这个美国禁制，所以中国大陆的大型科技企业有可能会改用华为的 AI 晶片那你看到呢？你越禁它可能会让华为更强大。那华为借由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可能又把整个晶片的地带也建立起来了。美国阻挠晶片输入，会不会变成反效果呢？现在大家就担心这样子所以分析师就说，进而助中国大陆抢全球的半导体的市场所以这个到底是助力还是阻力嘞？那现在美国有一个情况，据说大家不创业啦。过去大家说英雄出少年，好多科技业都是从这个家里面的这个汽车这个停车场车库里面发迹的，像是苹果啊这些产业。可是现在被川普 AI 逼到转向了，美国的年轻人回家接班，那你也要有班可接啊，回家接班说是 AI 崛起，川普关税政策的疫情影响之下，美国年轻人投入家族企业的比率上升。Follow 显示调查显示，42%的中小企业主想说，哎呀，我交棒吧，交给我的孩子吧，所以子女接班潮成型这是来自于美国的一项现象的观察报道。亮哥怎么看这个中美贸易战打到现在，你怎么看？谁占上风？当然是川普每况愈下了，所以才会憔悴啊。事实上，他设定的第一个范例应该是日本因为日本 GDP 够大，5兆多然后国防预算要加嘛，然后制造业也要到美国嘛，那贸易逆差也要弥补嘛，所以这本身够大，而且所有的议题都跟他有关，而且他是 G7 的成员嘛，所以确实川普就是想要以日本作为一个范本可是日本的立场给他感觉是越来越强硬就好像有点躲在欧盟后面那韩国呢也躲在日本后面现在感觉全世界都在拖，因为感觉川普搞不好会自己变山不转就路转这个谁都不能预测，因为你去想一想，他4月2号公布对等关税到今天4月21号，有没有改变？当然有站完90天了，一大堆嘛，对不对？那个2级关税其实你刚刚的理解是2级制裁啦。2级制裁是说，比如说对伊朗那你如果跟伊朗做生意，那美国制裁伊朗嘛，所以你如果跟伊朗做生意，我就制裁你。对，这个叫2级制裁。2级关税不是这样了，2级关税是说你要对中国加关税，因为你跟他有密切的往来，那我美国就愿意对你减税。是这样比如说台湾是32，那也许川普就跟你讲，我把你降到20，那你对中国要加税那我很难想象有人会同意了，因为中国大陆跟140几个国家都是最大贸易伙伴你以为你可以得罪中国吗？比如说我举例台湾对中国大陆贸易顺差是700亿美元，那你如果对中国大陆加税，你认为中国大陆会把订单给你吗？所以你这边也会损失所以因为中国商务部今天立刻表示他立刻反制，对他也会反制，就大家看着办吧。实际上川普讲的是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所以坦白讲都跟台商有关就是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全中。可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还没有提出方案他只是说比照2级制裁，我们想到了一个创新的 idea， 叫2级关税。可是具体是什么，他还没有对各国提出嘛。所以这算是新的发明吗？如果实施的话，不然问题是你要可行。我跟你讲2级制裁为什么可行？因为那个就是 SWIFT 的制裁嘛。你如果跟伊朗做生意，我就把你的 SWIFT 的端掉嘛。所以美国那个制裁力是立即到。那2级关税你指的是什么呢？就是
我坦白讲，我还没有看到完整的方案。不过这个是他的幕僚提出来的一个 idea， 现在没有任何人说要跟进，啊，搞不好只有赖清德愿意跟进，我们不知道了啊。那目前川普真的是，我觉得他真的是越来越焦虑了。那这个事实上跟他搞不清楚自己的底气有关啊。1985年广场协议的时候，美国的 GDP 是全世界33.2，那时候排第2名叫日本，日本是有11.4，那第3名叫德国，不到7%，美国一个国家后面 G6全部加起来还输他，独强。那中国大陆那时候只有1.6，哇，那你去想看看现在美国全世界 GDP 是25%，中国是18%，欧盟是17%，两个加起来就超过你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了，他就活在梦里面了。他以为他还有1985年那样的实力了，而且他又忘了1985年美国总统叫做雷根啊，那是声望最高的时候，雷根是1984年连任，那时候声望多高啊！而且美国独强，那苏联还没有瓦解嘛，所以欧洲国家会怕嘛，所以大家就顺着服从雷根的领导。川普现在每一个条件都没有，所以人家为什么要听你的呢？是李大中老师怎么看？对，我也觉得现在很难是跟过去相提并论啊。目前的中国大陆当然绝对不可能是过去1980年代日本，因为第一个是这个跟美国的力量对比有差距啊。第二个是其实日本一直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国，其实在政治上，其实从2战结束之后，美国本来就是对东京有很大的一个政治的影响力啊，这有时候日本是难以抵抗。那第二个是我们也很好奇啊，大家可能会问说，那为什么川普这么喜欢、这么倾向于王对王？因为他所有的字里行间不是讲说直接通电，就是讲说要1对1啊，这个领导人峰会。那其实这是他的一个一贯性的风格，但这个风格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美国打交道的对手，一定是有指标性的，或是说跟你等量齐观的这种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对手才会。比如说川普1.0的时候对的是金正恩，那是因为川普认为说必须透过领导人这种峰会见面提供新的动能来去解决过去达不到的事情。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川普2.0上台之后，他处理的外交事项很多很多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事情川普都说要1对1王对王。比如说巴拿马就不需要，比如说目前正在谈判的这个美国伊朗的核子谈判，美国派中东特使就可以解决，或是说格陵兰也完全不需要，那个官员副总统出面也许就 OK。但是俄乌谈判就是需要王对王，以川普的认知，所以他才会在2月12号的时候先跟普丁通了电话，然后昭告天下说，有谱了。但是呢，碰到了北京，碰到习近平，就是有点踢到碰到一个至少是个软钉子，就不如他所想的这么的顺遂啊。这当然就是刚才所提的有关。目前的北京就是他的底气，绝对不是2018年第一次川普发动贸易战之后的北京，这很关键。那第二是川普的风格。为什么要强调王对王？他就是上对下的，就借由高层如果能够达成共识，能够拍板定案，那下面都好解决。他的想法就是很直接了当。但是通常国际关系里面很多的状况都是慢慢的累积，中层官员、高层官员有互动之后，逐渐像我们讲堆积木的方法达到共识，然后水到渠成，两个领导人通电话，然后再求见面。我们回顾一下过去4年的拜登政府不就是如此？2022年、2023年在2个场合碰面 ，G20 跟 APEC 美国旧金山，每一次这2个拜登跟习近平的碰面，都是经过多少的先前作业，有无数的官员穿梭，然后部长级官员到对方或是在第3地碰面，包括还有一个管道叫做这个王毅，还有当时的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但是这一套做法很明显，川普不喜欢这一套，所以川普1.0跟2.0还有一个小地方不同哦。川普1.0的确是讲究王对王，的确是，但是1.0的时候，他比较会重用一些非制度的管道，比如说他的女婿，
但是川普2.0哈，如果根据美国学者跟美国报道的这个分析的话，他对于这种像1.0里面那种非制式的管道，他就比较没那么信赖。他还是主张我跟你，那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会嫌北京派的官员那种支持的管道，不管是王毅、谢峰或是其他这个王文涛，他认为都不行，要么就是我对你的蔡奇。这是川普2.0跟1.0微妙的不同之处。将军，我觉得关税战呢，因为美国应该要从结构上来做调整，因为美国制造业衰退，人力成本过高。美国的人力成本，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产品呢有人力成本，然后原料成本，然后工业设备、机器设备成本3个成本，然后来决定这个产品就出来，这个价格就会算出来。美国的人力成本是中国大陆的5倍，人力成本太高了。这个出产的产品的这个物价当然就会高啊，那靠关税去保护美国的国内的产业，解决不了美国产业的问题。我认为他要从人力成本的结构上去精算去做调整，怎么样让美国的这个产业结构能够有更高的竞争力，要从这方面。那从科技上面去做对中国大陆做限制，我认为效果是有限的。你看，美国对中国大陆航天就是航太科技做限制，在2011年签了沃尔夫条款，对这个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这个航太的技术做限制，做资金做限制，学术交流做限制，还有航太的技术交流也做限制，通通限制。就中国大陆在这个航太这个方面，太空领域，它在这个天空太空站也好，还有北斗的定位也好，中国大陆也就做突破了。所以沃尔夫条款，美国对中国大陆做的这些相关的科技的限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我们现在来看，现在这个晶片上这方面的限制，中国大陆我认为按照往例来看，也会有所突破。我们从2个来看，第一个，中国大陆在 AI 所申请的专利超过美国，是美国的2.5倍。那一般的专利，世界上在这个国际上的申请的专利，在去年中国大陆也超过美国。中国大陆是69610件世界专利，美国55678件专利，也是超越美国。所以在学术上的研究这个领域当中，那个中国大陆也是超过美国。所以美国对它限制，中国大陆都会想办法就专利、就学术的论文的发表，在这一方面做突破，那也在科技上做的突破了。所以一般来看，因为中国大陆的体量大，人才多，可以形成重点，然后寻找人才，然后寻求突破，那这方面也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所以美国的围堵有一时的效果，但是没有长久的效果，到最后都被中国大陆突破。所以也只能说美国会白忙一场，然后中国大陆突破之后变成领先美国，这变成美国在这一方面变成由领先群变成从后面去追赶，所以变成倒因为果的这个状况出现了。我们看到川普呢，不只是在记者前面有时候会放出一些讯息哦，他在自己的社群网络上面哦，有时候一句话就会造成市场波动。最新的讯息是什么？他开金口讲了一句话，说谈判与成功的黄金法则，谁拥有黄金，谁就制定规则。谢谢哦。那这句话一讲完，隔天哦，我们看到现货黄金的价格就应声开高哦，涨幅是超过1%，突破了3370元的美元天价哦。那同一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元对日元跌到7个月来的新低，已经失守了99的关口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包括美元指数，包括黄金的价格走势哦，都在川普就任之后呢，一直不断的有很大的变化。而现在呢，他不断的施压联准会也要联准会降息，不然你主席鲍尔就应该走人。高盛就讲了，一旦屈服之后，美元就会贬，然后金价会涨，会飙到4500美元，难以想象的地步哈。所以呢，高盛就说，鲍尔绝对不能屈服于政治压力，因为这个会造成大灾难。可是美债会倒吗？我们看到，包括有一些财经专家就示警，
如果违约冲击恐怕超越2008年的雷曼兄弟风暴，因为过去美债被视为无风险的资产嘛，很多人都会去那边避险。可是现在如果你的你违约你没有让大家信任你了，那你的这些投资人就会信心动摇，抛售潮就会不断的出现那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场面呢？刚刚讲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股市会变成怎么样？70%以上的跌幅，那很可怕虽然很多专家都示警了，可是川普还是在做他自己的平衡跟危险的杠杆。我们在看到呢，最近美国的声音很多，民众上街游行，可是3位美国前总统这是史上没有看到的出来谴责川普，谴责现任政府，包括4月3号，奥巴马先讲了反对川普对大学还有其他的机构控制。4月15号，拜登出来说谴责马斯克削减社会保障金的举措。4月19号，克林顿也讲了，我们的生活被我们意见不一样的人企图所支配。那么我们250年来迈向更完美联邦的这个程序这个路途就会面临风险。当然你看到反川普的活动请导播让我们看这个画面，在美国各地爆发，移民政策、经费削减、持续战争，这些大家都不满意所以各种的抗议的人潮汇集在美国全方方面面各州各个角落所以你看到礼拜六的时候呢反对川普的人据说加起来这个游行的民众已经超过500万人他们希望川普赶快下台，可是示威归示威川普还是不动如山。包括你看到美中大战，这个贸易战是2018年的时候，川普第一任就已经对中国这个宣战了。可是当时你看中国其实就默默在准备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中国大陆的官网有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动画，讲的是7年见证中美大斗贸易转手换转攻守换转的一个过程到了2025年的现在他们几乎转换成功了不买美国的大豆，转往其他地方，包括南美洲包括澳洲，包括其他的产地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这场仗不是今天才打的对中国来讲，他们已经默默的准备了7年，而这个蛋价在美国国内前一阵子涨到天价，美国人苦哈哈。可是最近有略的下降，川普就忙不迭的赶快说，这都是我的功劳已经跌了87%啦，你们媒体怎么都不报道？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个到底这个蛋价有没有涨很多过去一阵子真的涨很多，一盒大家看一下，一盒这个12颗这个过去的价格呢是要到191块，那现在看起来其实已经降了不少，可是还没有回到它价格平稳的那个时间点，所以对美国很多中下阶层的人来说，食物的确食物的费用上涨了你看到蛋价还是在涨，那番茄会是下一个蛋吗？美国贸易战恐怕让物价上涨。过去是煎蛋卷 omelette， 他们很喜欢吃炒蛋scramble egg， 现在呢沙沙酱像是墨西哥食物，因为番茄从墨西哥进来现在也涨价了，所以现在很担心说沙沙酱也要涨了。而另外我们看到呢，美国的中餐厅很多人去外叫这个外卖这个饺子已经涨到1块钱美金一个了。台币30几块好贵因为原料涨价了涨了10%到50%还有一些父母在美国可能也要担忧了，因为一些婴幼儿的产品在3个月之内可能会卖完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进口的商品它暂时不进口了，尤其中国来的。那我们看到美国的年轻人要结婚这个各种的费用都上涨了，据说平均要到33000块美元所以合台币大概要100万左右有人就说算了，我私奔吧，私奔式婚礼省一点钱吧。那还有美国人现在在网络上购物可能可以省一点钱，包括敦煌网、淘宝已经是美国购物的 App 的前2名了，挤进去了。来，我们这个请教亮哥怎么看？一般中下阶层好了，或一般民众的生活做了什么样的改变？美国鸡蛋是1月初
一打鸡蛋是5.8啦，然后就飙到3月3号飙到8.5，那是最高的时候。那后来就补给进来了嘛，一度跌到4.9。那最近因为复活节，大家都要蛋，所以又飙上来了，现在6.2。6.2。所以严格讲已经回到了大概1月的价格了，大概啦，最高是8点多嘛。所以，可是因为蛋并不是所谓的稀缺的产品啊。那这个我觉得2个礼拜之后，美国人可能会开始感受到稀缺不是贵的问题是根本买不到因为中国的出口商跟美国的进口商只要是走货柜轮的，基本上都停了那有一些东西你就不能够透过邮递嘛。现在事实上大部分比如说你说阿里巴巴或者是那个敦煌网，它就是透过小量的海外仓，从海外仓寄到美国嘛，这是合法的。那因为中国大陆本来就全世界最大的贸易网络所以比如说我就去税率10%的地方寄到美国那这个生意很多人愿意做转一下，你这样转一下，你的利润还有135%对对，所以很多人就做这种小包裹的比如说你上一下 DHgate 你就知道了啦，敦煌网搞不好你也想买因为它东西真的好便宜那它大概都是那种是中国的中小制造商然后接海外的小批发商它这个叫小单快返小小的订单很快，然后又可以返回这样那一年大概处理的商品有3400万种难怪美国人下载第1名的是敦煌网。对，这个就是合法的避开关税的管道那除非美国连那个邮递包裹都要去查洗产地那这个人力上真的做不到啦可是这个没有办法处理一些比如说大豆鸡蛋这个不可能这个没办法用这种方式，所以大部分都是服饰啦、饰品还有3C 的配件或者小的家居用品。对，就是小的啦这个，所以我认为很多东西可能美国人就会逐渐发现，那个他们所习惯的沃尔玛60%的东西是来自中国，那另外一个是亚马逊，还有 Target， Target 稍微高一点我讲最便宜的亚马逊它有第三方卖家有3000个中国卖家现在全部下架因为这个一定是大量的嘛那现在大量的管道都停了，那也许现在是在卖仓存可是库存可是我认为再隔个2个礼拜你就会开始感受到缺货那美国是这样嘛，这个你住过美国你就知道，接下来就是back to school sale， 大概8、9月就开始了嘛，对，那就有一大堆学校用品，对，开学要，然后12月就是 Christmas 嘛，对，这个季节性的都是固定不变的，这2个都是大卖，对，大部分东西都是中国的没有错，的确是。来，大中老师。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近2个多礼拜连续有3位这个民主党前总统批判川普。其实第一个其实看那个时间点，就是在川普宣布对等关税之后，那三个前总统从奥巴马、这个拜登到克林顿，他们是在不同的场合，那讲的主题也不尽相同但是都不约而同，是用比较含蓄的方法去批判川普。所以说我们有一些这个学者分析说这很罕见，的确，因为毕竟川普才刚上任所以按照过去的传统跟惯例啦，这也是在新的总统就位有他新的政策，所以大概很少去直接批判现任总统。但我觉得这个已经未必是惯例了，因为这些年来其实美国政治是高度的激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川普目前也常常把拜登讲在嘴巴里面，当他认为这政策很糟，过去做不好，他直接就把拜登名字拿出来讲。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川普 1.0 的时候，他是在2021年1月20号卸任。那卸任之后，他有没有去批判川普，
批判新的总统拜登呢，其实也是有的。当然那时候的川普因为刚下台，共和党很多的这个建制派希望把他的力量压制到最低，所以川普当时的做法，一方面他要向党内证明他是共和党唯一具有实力者，4年后还是他。那第二个，他其实对当时的拜登总统其实也是不假辞色。大家回顾一下，2021年6月、7月、8月，这个阿富汗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撤退的事件，其实川普那时候非常非常的凶悍。所以目前我会说，这就是美国目前政治的现状。当然，刚才那3位民主党的这个前总统批判的地方，大概就是一个川普的政策啦，关税政策让美国老百姓过不好，还有他们对美国的民主很忧心，认为这社会国家会永无止境的分裂和撕裂。那有没有办法改变呢？其实按照现在的状况，当然是没有办法。刚才镜头面前看到很多的示威游行。民调也显示出，川普目前来说就职不到100天，他民调是40%多，跟过去的总统相比，这数字并不漂亮。反对他人还多了一些。但是我们之前也提过说，这最吊诡的地方是，老百姓认为说，这个关税不见得支持的人可能不到6%，支持人可能不到40%，反对有疑虑的可能将近快有60%的民众。但是居然有50%以上的美国人是相信川普的一个论证，就是认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被占了太多便宜，所以现在必须有个方法来拨乱反正。这是目前美国民意里面最吊诡的地方。是恐怕不是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有念到经济学，或是理解整个事情的全貌。对，来，接下来将军，那黄金价格上涨，那就是象征了美元贬值嘛。那美元贬值的话，那个物价就贵了。那物价贵的话，就是通货膨胀。那这些民生的必需品，包含面包、包含牛奶、包含蛋类、包含水果都贵了。那美国怎么生活？美国一般来讲，美国储蓄率低。美国储蓄率低，不是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这些钱把它存起来，那都是可来讲是月光族。而且美国的贫富差距大，美国的这个顶端的这20%占了全部美国的所拥有的这些相关的财富占了71%，其他的80%，它只占有的这种美国的财富只占了29%。所以美国来讲，一般是穷人是很多的。那穷人很多，你现在物价一上涨，他们马上会受不了。而且因为美国储蓄低，美国没有储蓄的习惯，所以对这物价波动、通货膨胀的忍受度很低很差。那现在，所以美国现在这个700多个地方城市，500万人在利用假日，500万人在示威啊，因为他生活过不下去了嘛。你买那个水饺一颗水饺要1块美金呢，你折合台币33块水饺1颗哦，只是平常的这种猪肉水饺，那谁吃得起啊？你吃10颗的话，就10块美金啊，受不了啊！你只是10颗还没有吃饱，只是水饺你还没有配其他的，对，垫个肚子而已。生活大家过不下去了，那蛋价回跌，那只是回到基本面。那这样子，那其他物价呢还在高涨啊，那怎么办？所以一般来讲，一般来讲，我们认为美国人很有钱，其实不是，美国只是寡头有钱。那些寡头他控制了美国非常多的这些大的财富，尤其是那1%，控制了非常多的，那1%将近控制了美国50%的财富。要这么来看，那其他的 on top 的20%是控制了美国的71%，是要这样子。所以那大部分的都是穷人啊。那今天这些川普他是共和党，你想想看，在这个尤其是中南部、中部的这些州都农业州靠农业吃饭，现在农业又卖不出去，因为关税战嘛。那中国大陆不买的这些大豆、玉米、小麦、高粱，转到南方市场，跑到巴西跟阿根廷去了。那这些怎么办？这些都是中下阶层的人，他生活可能会过不下去，那只好上街去了。甚至美国的3个民主党的总统，奥巴马也好，克林顿也好，也包括拜登也好，都出来讲话了，因为看不过去。原则上，美国总统不太讲现任总统的话，那现在他们都出来说话，所以这个川普在这一方面的关税政策是有很大的问题。的确哦，现在有一些问题浮出来了，包括白宫的机密平面图，居然
大公开放在网上供万人浏览，这是美国的总务管理局它有一个安全报告指出来说，有一份非常敏感的文件居然在 Google 的云端硬碟里头分享给内部全体员工，那员工有1万多人所以非常的这个算是一个很大的国安的漏洞包括什么呢？白宫平面图、游客中心防爆门的细节，还有协助川普政府记者会的供应商银行账户等等，就完全不设防。那另外这个国防部长也是很糟糕必须要讲没有保密防谍的概念呐。继上一次有记者莫名其妙被拉进国安这个会议的小组里面知道他们要轰炸这个包括这个轰炸一些这个细节就现在呢轰炸这个也门胡塞组织的细节，现在呢赫格塞斯又被揭发，他另外有一个群组叫 Signal， 那里面有谁？他的太太跟他的弟弟，还有私人律师，他在里面也分享了3月份美国空袭也门胡塞组织的这个敏感的资讯。这个太扯了，跟他的家人讲这些事情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因为这个国防部长他的荒腔走板所以让五角大厦陷入混乱吗？国防部的发言人就讲说，这片混乱从敏感作战计划泄露到大规模裁员这种失职的行为严重影响到总统的工作，的确有很多的环节，不晓得是因为尊节的措施影响还是如何。总之呢，就出现了很多的 bug。那我们再来看看呢，中国大陆它的6代战机最近被大家看到了，包括这是社交媒体上面有人抛出来的一段影片，出现了中国一款6代乙型战机，成为六代高机试飞画面，秀了一小段半径转弯的技法，只见这个战机几乎没有倾斜，平着就转过去了，而且转弯的半径极小这个是在网络上面有网友拍到，然后分享给大家的说这是中国大陆的第6代战机，叫歼50那从细部来看，你放大看这个战机上面应该还是有飞行员，因为过去有人讲说有可能是无人驾驶，可是现在应该有飞行员，因为这个有座舱我们看到中国5代战机产能惊人美国的媒体就说歼20年产量比 F35接收量多2倍，它做得很快。而另外中国大陆还有一项武器，就稀土稀土它现在下令不准出口。如果美国没有办法取得这些稀土的话，像是 iPhone F35战机的生产就会有危机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现代科技产品的关键材料。那美国的库存有多少现在据说只有3到6个月。所以呢，北京禁止稀土出口呢，会造成像是汽车厂的磁铁也会用完所以《金融时报》现在就说了美国可能要想到一些比较积极的应对政策否则的话这个磁铁可能就会制造这个电动车的磁铁也会没有。而包括美国有一个巨头就宣布停止出口中国。整个产业链都要脱钩了，只有他们在卖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稀土领域被中国抓住最脆弱的软热这个叫做 MP Materials。去年它其实有跟中国做很多的生意在稀土方面，那他们也想要自立自强，自己做要摆脱中国稀土掐脖子的控制权。可是现在看起来还没有办法这个做。如果说脱钩的话，他们更是没有材料。而美国能源部也估算，重建完整稀土供应链需要10年，3000亿美元的投入。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中国立刻掐他们的脖子的话，他们自己也没有办法供应自己。来，请教亮哥。这个中国大陆这一次暗藏的王牌就是中重型的稀土这个之前都没有曝光之前都是什么镓啦、锗啦、石墨烯，这个都不是稀土这个是完整的那为什么影响那么大？因为这个牵涉到永磁材料，就永远磁铁了永远磁铁军工一定会用到，因为它要有永久发动机，那风力发电尤其是在海上的，那还有电动车都会用到而且逆中的也会用到，比如说它不是说 F35，
它要用到900磅的稀土嘛，那如果是逆中的潜艇，那用的量更大，所以这很可能会造成美国很多的那个军工产品啊，可能又要那个延误时机交货了。那我觉得中国大陆之前一直都没有秀出这一个啊，那现在突然之间就断供，那美国既然没有好好的准备，我实在是难以理解啦。如果是真的这么危机啊，说存货只有3到6个月，而且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报道，说要重建供应链大概需要3年。而且它最麻烦的不是矿产，而是它的加工的专利都在中国。所以中国大陆大概占出口全世界大概有92到99%，几乎全部了。几乎全部。那你怎么办呢？你就被卡到了。其实中国大陆还有一些招还没用啊，比如说针对美国的服务业，那还没开始。对。所以我觉得，所以怪不得那个克鲁曼会讲啊，说中国大陆针对这个贸易战准备很久了。连23、24年这个在买粮食啊、买能源啊，然后科技讲究自力更生啊，还有对美国的贸易逐渐降低比重啊，这个都是啊。然后手上还有一些秘密武器，所以克鲁曼说，人家是摆好枪阵，结果你川普带一根刀就去了，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就觉得川普好像，到处好像都没有准备的样子了。他有的是胆子。不然你就只针对中国嘛，你还打地图炮，对呀，开地图炮嘞，得罪全世界。那国内也是，我讲白了啦，他现在国内也得罪，也不是因为关税战，是各式各样的原因得罪。对啊，性别议题啦，对啊，长春人全部得罪，移民议题啦，要给人家取消免税资格，是啊，一大堆。像我认识一些经济学者，还跑去美国联署，现在有1200个经济学者反对他的关税政策。这个真的是难以理解了。就是他大概幻想，他只要下了指令，大家就会自动听话。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种思考啊。他也在自我催眠吧？他说现在全世界的领袖都排队来跟我要求。那我们就简单讲日本，日本有吗？日本我跟你讲，那个赤泽亮正，他回去他就只得到一个共识，就说我们月底再请事务官来进一步商谈。没了。这个是什么共识？是没了。好，我们还没有进入实质谈判。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这个中国6代战机的影像试飞的影像在网络上被曝光，是真的吗？将军怎么看？它的试飞的影像就是歼36，你看它那个造型，歼36下面这一张是歼50，然后歼36它这个转弯半径那么小是它的向量喷嘴，像现在在飞的就是歼36，它向量喷嘴作用呢，做动它的动作，然后这歼36它这个向量喷嘴加上它的飞控电脑。再加上它的气动力布局，一般来讲，向量喷嘴所发挥的功能，这个小转弯，它占了80%。那飞控电脑跟它的气动力布局占了20%，所以是向量喷嘴让它的转弯半径好小一般美国的 F-22它的转弯半径最小的转弯半径是300公尺，那直径就是600公尺了。那它这个大概相当于25公尺，大概就是30公尺而已。那个，因为它你看转一下就转过去了，那就是它就是变成非常小的小转弯，就是它的向量喷嘴发挥了最大的转弯的功能。那我们也来看到这个歼50的话，它这个飞机，那当我们一看，当初第一个出来试飞的时候，我说这个是有人的，因为有人的动作才比较灵巧。是你如果是按照一般的无人机的话，它动作没有那么的灵光。你有人机，它随便也可以这样动作。然后，如果在空中有任何的状况，这个歼50的飞行员，它可以立刻做处置。所以它要做最大性能的试飞最大性能的专升也好，或者是加速也好，或者是一个
最大的这个转弯率的小转弯，它就是人来操作。所以一般来讲，都要人来做验证完毕之后啊，再交要不要变成改为无人机，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最起码把飞机的相关的性能参数都把它测试做出来，是这个状况。那我们看这个最下面的这个是歼20，那歼20它现在年产量啊100到120架，那是非常大的。你看，也就是每一个月将近10架就要出来，每一个月30天嘛，也就是一年12个月嘛，那12个月那就120架嘛。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知道，那中国大陆为什么要这样？它这个要更新换代加速，就是说这个飞机已经开始量产了，那大量量产以后，就不要再量产了，就变成做到第6代了。那赶快把这个第5代弄出来，然后把前面的做淘汰。它不是把前面的，你看把歼6也好，歼7也好，歼8也好，都变成改为无人机。将来这些都变成以后打仗的时候，这些都自杀无人机，只装了一个飞控电脑之后变成无人机了。那这个无人机的话，就执行任务就不要了，对它的这个目标实施自杀式的攻击，不管雷达战也好，飞弹或者飞弹阵地也好，直接就下去了。那飞行员呢？飞行员在飞第5代战机，飞行员来飞第6代战机，它是这个样子，更新换代加速，然后让旧的赶快汰除。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美中的贸易战，稀土现在变成中国大陆的武器了。来，大钟老师，对，因为大家会说，因为就像刚才所讲，中国大陆这一次面对美国的这个关税战，其实有备而来啊，因为它有过去非常非常多的经验，所以理论上他手中的法宝或是反制的武器，大概不外乎是金融的啊，包括美债啊，或是像是一些这个美国。过去这几年，其实北京做了很多啊，包括已经在分散啊对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出口。所以，我们如果只看数字的话，2018年这个美国对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贸易逆差3300亿美金，那多少年后，其实这数字没有变，代表什么？代表中国大陆在这几年做了一些它贸易上的一个重大的一些布局，所以它早就在做分散风险。那还有稀土，我觉得现在大家认为说是他手中比较有力的武器。至少在短期之内，还是可以对美国造成某种程度的这种杀伤力啊！因为中国大陆非常清楚，所以刚刚特别讲到的这种重的这种稀土，还有去年就已经出炉的稀土管制条例，所以一切都在为了今天川普贸易战来做准备。那当然，美国也没有这么的怎么讲善罢甘休，他也做了很多一些开采或是一些国内的一些奖励的措施，包括引用所谓的国防生产法。希望企业啦、美国的军方啦、政府部门啦，能够在这地方能够快马加鞭，能够慢慢能够挽回跟这个中国大陆比较重大差距。但是我们回到最终的源头，假设川普要让制造业回到美国，美国的再工业化，以目前来讲都不是一触可及。